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1章。米莱迪手腕上的印记。罗伯特在客厅里找到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和奥德利夫人。夫人正坐在三角钢琴前的琴凳上，翻看着一本新乐谱的书页。当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名字被通报时，他在那张转椅上转过身来，丝绸的荷叶边发出了特有的沙沙声。然后，他从钢琴前起身，向他的侄子行了一个既正式又带着几分戏谑的屈膝礼。非常感谢您送的皮草，他说，伸出他那戴满钻戒、闪闪发光的小巧手指。谢谢您送来这么漂亮的皮草，您特意为我买来，真是太周到了。罗伯特几乎已经忘记了他在俄罗斯之行时受奥德利夫人之托办的事，他心思全在乔治·托尔伯伊斯身上，所以对米莱迪的感谢之词，他只是心不在焉地鞠了一躬作为回应。真是难以置信，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他说，我那个家伙朋友竟然回伦敦去了，把我一个人撇下了。托尔伯伊斯先生回城里去了。夫人扬了扬眉毛问道，这可真是天大的不幸啊！艾莉西亚促狭地叫道，因为芬提亚斯，也就是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离开了达蒙，也就是乔治·托尔伯伊斯，可就活不下去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罗伯特语气坚定地说，而且不瞒各位，我着实有些担心他。担心他？米莱迪急切地想知道罗伯特为何会为他的朋友担心。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奥德利夫人，这位年轻的律师回答道。1年前，乔治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至今未能从那不幸中恢复过来。他对生活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几乎和我一样，但他常常说些古怪的话。有时我担心有一天悲痛会压垮他，让他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没有详细说明，但他的3位听众都明白，他所指的疯狂的举动是那种唯一无法反悔的行为。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期间奥德利夫人对着他面前壁柜上的镜子，整理着她金色的卷发。老天爷！他叫道，真奇怪，我可不认为男人会有如此深厚而持久的感情。我原以为对他们而言，一张俏脸和另一张俏脸没什么区别。当那个蓝眼睛金头发的1号家人香消玉殒后，他们只需再找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2号家人，无非是为了换换口味罢了。乔治·托尔伯伊斯不是那种人，我坚信他妻子的去世伤透了他的心。真可悲，奥德利夫人低声说道，托尔伯伊斯夫人竟然去世了，让她可怜的丈夫如此悲伤，这未免太残忍了。艾莉西亚说得对，她真是孩子气十足。罗伯特一边观察着婶婶美丽的脸庞，一边想到。晚餐时，米莱迪魅力四射，她在分割摆在面前的雉鸡时，显露出一种迷人的笨拙，不得不请罗伯特帮忙。以前和道森一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倒是能切羊腿，他笑着说，不过羊腿好切多了，而且那时候我是站着切的。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观察着夫人给自己侄子留下的印象，为她的美貌与魅力而暗自得意。我真高兴看到我的小妻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好心情。她宣称，昨天她在伦敦遭遇的失望，让她情绪低落极了。失望？是的，奥德利先生，一次非常残酷的失望，米莱迪回答道。前几天，我收到我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兼老师的电报，
说他快不行了，如果我还想再见他一面，就必须马上动身去看他。电报上没有写明地址，正因为如此，我想当然地以为他还住在我3年前离开他时他住的那栋房子里。迈克尔爵士和我立刻赶往城里，径直去了那个旧地址。那房子里住着陌生人，他们说不出我朋友的新住处。那是个偏僻的地方，几乎没什么店铺。迈克尔爵士在附近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里打听了一番，但在费尽周折后，仍未打探到我们想要的任何消息。我在伦敦没有朋友，因此只能求助于我亲爱的、慷慨的丈夫。他竭尽所能，却徒劳无功，没能找到我朋友的新住处。电报里没有附上地址，这真是个糟糕的疏忽。罗伯特宣称，一个人临终之际，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细节。米莱低低声说着，用他清澈的蓝眼睛带着一丝责备瞥了奥德利先生一眼。尽管奥德利夫人魅力十足，尽管罗伯特对她全然钦佩，但在这个宁静的9月夜晚，这位律师始终无法摆脱一丝不安之感。他坐在一扇带中挺的深窗台边，与米莱迪交谈着，思绪却飘到了无花果树庭院，想起了可怜的乔治·托尔伯伊斯，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抽着雪茄，身边只有他的狗和金丝雀。要是我没对乔治那么上心就好了，他想。我感觉就像一个只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的父亲，我真希望能让他妻子回到他身边，送他去文特诺安度余生。米莱迪那音乐般的谈话像溪流般欢快地流淌着，但罗伯特却不由自主地依然想着乔治·托尔伯伊斯。他想象着乔治匆匆忙忙地乘邮政列车赶往南安普敦去看他的儿子。他想象着乔治像他多次见过的那样，仔细查看着《泰晤士报》上的轮船起航广告，寻找一艘返回澳大利亚的船。有那么一刻，他想到乔治，不禁打了个寒噤，因为他想象着乔治冰冷僵硬地躺在某条浅溪的河底，死去的脸庞朝向昏暗的天空。奥德利夫人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便问他在想什么。乔治·托尔伯伊斯，他唐突地回答道。他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天哪！他叫道。您这么说，托尔伯伊斯先生，让我感到有些不安。这让我觉得他可能遭遇了什么不幸。但愿上帝保佑他没事。但我忍不住感到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迈克尔爵士要求听些音乐，米莱迪便在钢琴前坐下。罗伯特·奥德利走到他身后，准备为他翻乐谱。然而，他凭借一演奏，罗伯特也就免去了这份绅士风度可能带给他的麻烦。他把几支点燃的蜡烛移进钢琴，为这位美丽的演奏者摆好位置。他弹了几个和弦，然后开始演奏一首贝多芬的复杂奏鸣曲。他对这种阴郁忧伤的曲调的偏爱，是他性格中众多矛盾之一，与他轻快活泼的天性截然相反。罗伯特·奥德利站在他身旁，既然不用翻乐谱，他便心不在焉地观察着那双苍白而镶满珠宝的双手在琴键上轻柔地滑动，蕾丝袖口在她优美弯曲的手腕周围摆动。他仔细端详着她美丽的指头，一个接一个地看过去，注意到这一个上戴着心形的红宝石戒指，那一个上戴着蛇形的祖母绿戒指，以及所有戒指上的钻石都闪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从手指移到轮廓分明的手腕，他右手腕上戴着的那个宽而扁平的金手镯，在他演奏一段飞快的乐段时滑到了手背上。他猛地停下来，想把它重新戴好，
但就在他动手之前，罗伯特·奥德利瞥见了他娇嫩皮肤上的一块淤伤。您的手臂受伤了，奥德利夫人，他叫道。他急忙把手镯戴好。没什么，他回答。不幸的是，我的皮肤特别娇嫩，轻轻一碰就会淤青。他继续弹奏，但迈克尔爵士已穿过房间，要查看他美丽妻子的手腕究竟受了什么伤。你怎么了，露西？他问道。这是怎么弄的？为这点小事大惊小怪，真不值得。他笑着说，我有点粗心大意。几天前我给自己手臂上系了根缎带丸，结果系得太紧了，取下来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块淤青。哼，罗伯特心想，这位夫人可真会说些无伤大雅的小谎。这淤青比他说的要新近得多，皮肤才刚刚开始变色呢。迈克尔爵士将那纤细的手腕握在他粗壮的手中。罗伯特，把蜡烛拿近些，他说，让我们检查一下这可怜的手臂。那不是一块普通的淤青，而是4道细细的紫色印痕，像是一只强有力的手粗暴地抓握那纤细手腕时会留下的那种印记。诚然，一根系得很紧的窄缎带也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而夫人坚称，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正是她弄伤的原因。在其中一道浅紫色的印痕上，有一条颜色更深的痕迹，仿佛是那些有力而残酷的手指中某一个上的戒指深深嵌入了柔软皮肉所致。我敢肯定这位夫人在说些无伤大雅的谎言，罗伯特想，因为我根本不相信那套缎带的说法。他向家人道了晚安，大约在晚上10点半告辞，借口说他必须乘最早一班火车回伦敦，好到无花果树庭院去找乔治。如果我在那里找不到他，我就去南安普敦，他宣称。如果我在那里也找不到他，那又怎样？米莱迪问道。那我就认为发生了什么蹊跷的事情了。罗伯特·奥德利缓缓穿过漆黑的草地走回客栈，心情十分沮丧。当他走进太阳客栈那间他和乔治曾一同懒散地消磨时光，望着窗外抽着雪茄的客厅时，心情更是沉重。真没想到，他沉思着说，竟然会为一个朋友如此牵肠挂肚。但是无论如何，明天一早我就进城去找他，除非到天涯海角，否则我绝不放弃。鉴于罗伯特·奥德利先生那迟缓的天性，在他那里，果断 скорее исключение чем правило。一旦他破天荒地下定决心，便会产生一种钢铁般的固执，驱使他去达成既定的目标。他头脑中那种懒惰的倾向，使他无法像精力更充沛的人那样同时思考6、7件事情，并深入探究其中任何一件，反而使他在决定全身心投入某个问题时，显得异常清醒敏锐。事实上，归根结底，尽管那些最严肃的法学院院长会取笑他，法律界那些冉冉升起的新星们在听到罗伯特·奥德利的名字时，会在沙沙作响的私治法袍下耸耸肩。但我毫不怀疑，假如他肯费心去接一个案子，他定会让那些低估他能力的法律界权威人士大吃一惊。